在下也是久闻谢员外大名，今日有幸登门拜访，实在是幸会。哎，哪里哪里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萧冰姑娘。哎呦，姑奶奶，快请坐。传中特地命人准备了江南菜式，您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啊，谢员外真是费心了。谢员外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谢某的族中长辈，谢某是陈俊谢氏的后裔。依照我们谢氏的族谱排下来，姑奶奶是雨字辈，我是传字辈。姑奶奶与谢某的祖父是同辈人。啊，哦，原来你谢员外是陈俊谢氏之后啊，失敬，失敬。失敬。哎，不敢不敢，二位客气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既然是江南人，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一定是舟车劳顿吧？承蒙阁下关心，一切安好。谢姑奶奶，北平的菜吃的还习惯吗？我听说北平的烧饼口味独特，您有没有尝一尝啊？烧饼，莫非江南人对这种百姓小吃也情有独钟？姑奶奶，要不改日传中也给您准备一些啊？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行回房了。几位继续。来人，吩咐厨房准备些清淡的粥，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哎，谢员外，他这个呢，怕是水土不服吧？我听说喝这个茶啊，是可以安神解腻的。哎，谢府附近不就有一个茶馆吗？明日夏某就去喝一杯。谢姑奶奶有空也去喝一杯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真是快把我气死了。他们两个来这干什么？说去喝茶。谢员外啊，方才夏某相求之事，不知谢员外意下如何？好，运送货品入关之事，在下当然愿意帮忙。不知二位要运的是何物？毛皮、寿金等物，100车左右。毛皮、寿金可不是寻常货物，谢某可不想碰这些东西，惹上是非。哎，谢员外不必为难，大可多考虑几日。我们深知这买卖不好做，不过我们也是替主子办事，上头交代下来了，我们不敢不办呐。哈哈，不知二位是替哪位高人办事儿？齐王，齐王，二位，容谢某考虑考虑。这是当然了。我们今日特地上门拜访呢，也是知道谢员外您神通广大。不过这忙帮不帮，谢员外您自己决定。夏老弟，昨日我见到那烧饼姑娘，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她真是陈俊谢氏？你信吗？陈俊谢氏当初显赫数朝10余代，是江南第2大氏族，无人不知。可是唐宋以来已然落魄，要说他是谢氏后裔，也未必不可能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既然本家有个这么有钱的侄孙子，他至于每天落魄到吃烧饼和咸菜，为了盘缠把衣服给当了？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。你不用解了。昨天我下了一个饵，若是他心中有鬼，必会主动来找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昨日刻意提出来茶楼，
表面是为了品茶，其实是为了守株待兔。若是他心中有鬼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向谢传忠说出这一路的所见吧。与其如此，那倒不如主动补救。慢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里边请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西门兄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来探探他的口风。哎，夏老弟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啊？真不够意思啊！哪会？哎呀，谢姑奶奶那么巧啊！我听侄孙谢传忠说，你们二人此次前来是要与他做生意的。你骗得了他，可骗不了我。你用假身份，到底对我谢家有何图谋？我的身份是假的，可是我真正的身份，谢员外他应该知道。难道谢员外他没与你说吗？哎，对了，谢姑奶奶，您来到北平，意欲何为？你别一口一个姑奶奶的讽刺我。我名叫谢雨飞，本来就是陈郡谢氏族人。我谢氏一门如今人丁单薄，谢传忠来寻亲，本姑娘就来一探究竟。如果确定了他的身份，也好让他认祖归宗，再入族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谢氏族人，只能说这谢员外有了钱，想求个体面的出身，所以呢，你就冒充陈郡谢氏，到他们家来骗取钱财。你真是聪明啊！你诓我！我诓你什么了？你昨日在餐桌上故意对我露出那种眼神，让我误以为你可能知道了什么，然后又借口喝茶故意引我出来，让我露出马脚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哪一路的神仙。那天我就向你使了个眼神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心中无鬼，就不会当回事。可是真遗憾呐，你来找我了。本姑娘胸怀坦荡，哪有什么鬼啊？你心中没鬼？难道就是因为我一个眼神，你就对我春心荡漾了？今天来找我卿卿我我，想跟我柔情蜜意一番？你别得寸进尺！别生气呀，是你自己心虚，非要过来和我弄个清楚。其实你是做什么的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你呢？要不然，你就以身相许。你敢耍我？我不敢，我怕你把我给卖了。我不管谢传忠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可是我知道你的身份还是见不得光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有半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立马就去官府告发你使用假录影的事情。我可是不怕别人验证的哟。谢姑娘放心。很好。那么你发你的财，我赚我的钱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一言为定。其实你并非是怕谢员外，你也并非是冒充的陈郡谢氏之后，你真正怕的是怕别人知道，曾经的名门之后，如今却落得家徒四壁、风餐露宿，甚至是靠行骗为生，对吗？你住口！谢姑娘，如今的世道千变万化，家族落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……我们谢家自己的事情，和你无关。该呀！活该！啊！哎呀，哎，这谢姑奶奶真是泼辣。怎么样，
谈出什么了？没什么事，啊？是他的个人私事，与我们的正事无关，咱们也不必理会。哦，这么说，他真的是陈俊谢氏的后裔了？应该没有错。这正所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他有他的苦衷，咱们就别管了。姑奶奶，您回来了。夫人刚买了些南方的水果，夏老弟，谢某一生运货无数，像您这样一次买进这么多物资的，实在是前所未见呀。夏某自知请求过分了，但只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，不知谢员外考虑得如何？这个嘛，谢某有些为难。既然谢员外如此的为难，那夏某绝不强求。哎，夏老弟，留步。谢某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俗话说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阁下是齐王的人，谢某自然是破例也要帮忙的。那这么说，谢员外是答应了？哈，谢某乐意帮忙，可是这买卖毕竟风险很大呀。只要你答应我办成此事，这之后的谢礼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啊，哈哈哈哈，